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。謝謝大家，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很多人從小都有一個飛行夢，嚮往在3萬英尺的高空俯瞰腳下的壯麗景色。但這個夢想其實不該只是個遙不可及的幻想哦，它其實是一條有明確路徑、有具體步驟，甚至成本都可以算出來的職涯道路。好，今天呢，阿修就要來幫大家徹底拆解一下，到底要怎麼從一個懷抱夢想的觀察者，一步一步走到真正坐進駕駛艙，成為掌握方向的駕駛者。好，第一個我們要先打破的觀念就是，當你想到飛行員，腦中是不是馬上浮現出那種駕駛波音747穿梭在各大國際機場的航空公司機師？這個印象沒錯，但它只描繪了整個飛行世界的其中一小塊而已。事實上，飛行員的舞台遠比這個寬廣。從載着大老闆的私人飛機，到深入偏遠地區的貨運包機，甚至是在空中拍電影，這些通通都是飛行員的專業領域。所以你得記住，拿到飛行執照不代表終點只有航空公司，它等於是給了你一把鑰匙，可以打開通往整片天空的無數種可能。所以咯，當你下定決心，好，我就是要走這條路的時候，你猜猜看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麼？答案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樣哦，不是急着找飛行學校，也不是埋頭苦讀那些航空理論。在你投入任何時間跟金錢之前，你必須先回答一個最根本的問題：我的身體夠不夠格？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談的第一道，也是最嚴苛的窄門。好，第一步，我們就來看看這道最關鍵的窄門。這部分談的是最基本的資格要求。你可以把這想象成是參加一場超精英的派對，你手上沒有那張邀請函，不管你再有才華、再有熱情，抱歉，門口都進不去。這些條件沒有任何模糊地帶，都是絕對的硬指標。OK， 這張入場券有3個基本條件，我們一個一個來看。第一，年紀。你最早可以在16歲就開始學飛，但必須要等到滿18歲才能拿到正式的商業飛行執照。第二，學歷，你需要有高中畢業或是同等的學歷，而且你的成績單上一定要有物理跟數學這2科，因為這是未來航空理論的基礎。再來，第3點，也是我們馬上要深入聊的關鍵，就是你的身體必須通過非常嚴格的航空體檢。為什麼我一直說體檢是真正的入場券？很簡單，因為這是唯一一個你再怎麼努力也可能沒辦法改變的條件。這個體檢分成2級，你可以這樣想：第2級體檢是初步篩選，看看你有沒有什麼重大的健康問題；而第1級體檢就是最終審核了，標準非常嚴格。很多人最擔心的近視，其實規定沒有你想的那麼恐怖，只要你能戴上眼鏡或隱形眼鏡，把視力矯正到1.0就過關了。但有一個條件是絕對的死當，完全沒得商量，那就是色盲。因為在駕駛艙裡面，你必須瞬間判讀各種顏色的燈號，這直接關係到飛行安全，所以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。好的，恭喜你！假設你身體檢查沒問題，順利拿到了入場券，接下來我們就要正式進入所謂的試煉之地了。這個階段可以很清楚地分成2個戰場，一個在地上，一個在天上。一個是打好理論基礎，另一個就是把這些知識帶到空中去實際驗證。這2個階段分別是地面學科跟飛行學校。首先，在地上你要先搞定地面學科，這基本上就是要把5門超重要的科目，像是航空氣象、飛行法規等等，給讀通考過。這個純理論的準備過程，大概要花你半年的時間，把理論基礎打穩。等你腦袋裡裝滿了知識，接下來就是要把這些東西變成你身體的本能了，這就要進到飛行學校，你得真槍實彈地飛滿200個小時，在教官的指導下，把書本上的理論轉化成你的肌肉記憶跟飛行直覺。那問題來了，這關鍵的200個小時要去哪裡飛？目前大家最常去的海外訓練地點主要是美國跟南非，這要怎麼選？你可以從3個角度來切入：錢、時間，還有你能刷到的經驗值。去美國學飛，好處是你能接觸到全世界最繁忙、最複雜的空中交通系統，這種高壓環境下的訓練經驗非常寶貴。但相對的，學費跟生活費也是最貴的。而如果選擇南非，最大的優勢就是成本比較低，天氣又好，可以讓你用比較少的預算，更有效率地把飛行時數累積起來。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取捨，
看你是要用金錢換經驗，還是要追求 CP 值，這就要看你自己的財務狀況跟職業規劃了。如果你正在聽，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。當你辛辛苦苦拿到那張得來不易的執照之後，接下來的路該怎麼走？我們回到一開始講的重點，飛行員的世界真的比你想象的還要大得多，絕對不是只有進大型航空公司這個選擇。第一種選擇叫做合約飛行員，你可以把他們想象成是飛行界的超級 SOHO 族或是藝人公司，他們不屬於任何公司，是靠自己的人脈跟專業直接服務客戶。這條路的收入天花板非常高啊，頂尖的飛官一天賺超過1800塊美金，換算台幣超過5萬塊是有可能的。但反過來說，這不只是在開飛機，你還得是個生意人，要懂得怎麼經營自己、找客戶。這不只考驗你的飛行技術，更考驗你的商業頭腦。第二種是包機飛行員，他們服務於小型的包機公司，提供的是那種隨叫隨到的客製化飛行服務。這份工作最大的賣點是什麼？就是生活品質。你想想看，飛國際線的機師可能一出門就是1個禮拜，但包機飛行員飛的大多是短程的，這就代表你很可能每天晚上都能回家吃飯睡覺。對於那些希望兼顧飛行事業跟家庭生活的人來說，吸引力就非常大。第三種則是企業飛行員，這個就更有趣了哦。他們是領大公司薪水的全職員工，像是國外那種 Walmart、Target 登記的大企業，他們自己就有養飛機，組成一個專屬的機隊。企業飛行員的任務就是負責開公司的飛機，載着高階主管或員工到世界各地去開會、視察，是一份非常穩定而且專業的工作。你可能會覺得這種私人飛機的市場是不是很小眾？我給你個數字，你聽了可能會嚇一跳。全球最大的私人飛機公司叫做 NetJets， 光是這一家公司，它的客戶就涵蓋了財新世界500強企業裡面的整整40%。你沒聽錯，是40%。這個數字代表什麼？它代表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工作，像是合約飛行、包機飛行，絕對不是什麼邊緣的小市場哦，而是一個非常巨大而且穩定在成長的產業，提供了海量的就業機會。好，講完了夢想和各種可能性，接下來我們來聊點最實際的，也就是錢。到底要花多少錢，未來又賺得回來嗎？我們直接來算總賬，從最基礎的飛行訓練，到你最後拿到可以開特定大型客機，比方說波音737或空中巴士 A320的資格，我們把這個過程叫做機型完訓，全部加總起來，總投資金額大概會落在台幣300萬左右。你必須把這筆錢當作是你開一家公司的啟動資金，而這家公司就是你自己，你的專業技術就是你最核心的資產。那這300萬的投資回報怎麼樣？我們用航空公司的薪水來看，這條路徑非常清楚。一開始你是副駕駛，負責協助機長，這個階段的月薪大概在台幣8萬到12萬之間。接着你累積經驗，變成資深副駕駛，薪水也會穩定成長。最後，當你夠格扛起整架飛機的責任，升上機長之後，哇，那薪水就是3級跳了，一個月來到台幣27萬到39萬這個等級。這是一條很明確的成長曲線，你的收入會跟你的經驗與責任完全掛鈎。要進航空公司啊，主要有2條路。第一條傳統路徑就像是自由球員，你得自己練功，自己打出成績，然後去各個球隊應徵。好處是總花費比較低，但壞處就是充滿不確定性，你得跟所有人一起競爭。第二條是培訓計劃，這就有點像是球隊的練習生制度，你一開始就被選中，公司幫你安排好所有訓練，而且保證你練完就有合約。好處是穩定性高，但缺點就是你一開始要付出的成本也比較高。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用金錢換取確定性的選擇。這就引發了另一個很重要的思考。OK，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，我跳進去這個產業，未來性好不好？讓我們從市場的供需角度來看看未來的就業市場到底長什麼樣子。我直接用快速成長的印度市場當例子，你天天看這個數字有多誇張。現在印度所有航空公司的飛機加起來大概是800架，但你知道嗎？他們已經下訂單，正在等着交貨的新飛機有多少架？答案是超過1600架。這代表什麼？市場上的飛機數量準備要翻1倍以上，每一架新飛機都需要人來開啊！這根本就是市場在大喊缺人，我們超級缺飛行員。
不過我們先冷靜一下哈，這1600架的訂單不代表就會直接多出1600個工作機會哦，因為現實中飛機製造商可能會延遲交貨嘛，而且航空公司也會用新飛機來淘汰舊的飛機，所以在扣掉這些變數之後，比較務實的估計是，未來每一年市場上真正多出來的飛行員職缺大概是1000名左右。雖然打了點折扣，但你想想，每年多1000個高薪的專業職缺，這需求量還是非常非常驚人的。好了，講了這麼多，我們把今天的內容濃縮成了一個你可以馬上開始做的個人飛行計劃。你可以照着這4個步驟來思考。第一步，自我檢視，馬上去搞懂航空體檢的標準，確認自己有沒有這張最基本的入場券。第二步，評估承諾，你準備好投入至少半年的全職理論學習跟200個小時的飛行訓練了嗎？第三步，拓寬視野，除了航空公司，去研究一下合約飛行、包機飛行這些更多元的路，哪一個更符合你的個性？最後一步，財務規劃，把這當成一筆300萬的創業投資，仔細算算你的錢從哪裡來，以及你對未來回報的期待是什麼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成為飛行員是一趟高投入、高回報的專業旅程，它需要嚴格的身體條件、扎實的訓練，還有一筆可觀的資金。但它回報給你的是寬廣的職涯選擇跟優渥的薪資前景。我們今天做的就是幫你把這張航圖攤開，上面的路徑、關卡、風景都幫你標示清楚了。現在地圖就在你手上，最後的問題只剩下一個：你準備好親手握住駕駛桿，啟動引擎，飛向屬於你自己的天空了嗎？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